我抽机票盲盒又抽中湖南了，这次来的是郴州。说来也怪，还没上飞机呢就遇到粉丝了，郴州本地人。下飞机又遇着一波，出了机场打开私信一看，还有没好意思跟我打招呼，但是私信给我发攻略的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是一期跟着粉丝玩郴州，当地人推荐的，那绝对地道。第一站我们就来吃所有粉丝都提到的七凤渡鱼粉，红红的鱼汤泡着雪白的米粉，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。它是那种辛辣，鱼汤的鲜，朝天椒的火辣，全部融进这个滑滑的米粉里面。还有这个茶油猪脑壳，它有一种特别独特的焦焦的茶香，真的秒杀一切辣椒炒肉。还有这个杀猪粉湿炒豆皮儿，真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湖南真的太绝了。第二站我们继续听劝，跑到乌梅基地来摘杨梅。哎，你说为什么叫乌梅呀？因为他们这儿杨梅特别黑，挂在树上跟黑炸弹似的，你不仔细看都看不见。但是最黑的乌梅往往在最远的树梢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上树了，整得我是大汗淋漓，但真的是收获满满，我就恨不得自己是千手观音，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才下山。彭于晏，他们这儿的杨梅有一种特别独特的松香味儿，一入口那个杨梅粒儿就像蒲公英一样在你嘴里炸开，我恨不得一口吃10个，把我牙都吃红了。而且不得不说，湖南人真的很会享受生活，抱着一筐大杨梅，吹着电扇，看着远处的山和云，就这么静静的坐一下午，真的什么烦恼都没有。晚上呢，我们就住在了东江湖旁边的一个民宿。这民宿也特有意思，说是发抖音就可以免费住。我一瞅，够我在这住一辈子。于是我决定隐藏身份，明天一大早去看这个雾漫小东江。说实话，来之前我是没想到东江会这么美的。你只有亲眼看见，你才会意识到，原来我们老祖宗画的那个国画、水墨画，可不只是写意，真的就有这样实实在在、宛如仙境一样的山水。更幸运的是，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我的粉丝，于是我也得以成为了画中人。渔夫大哥教我怎么撒网，我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这东江不光风景美，还盛产淡水鱼，尤其是三文鱼。于是我就捞了一只金樽，送到江边的小餐馆，做成了一鱼5吃，生肉刺身。The fakeness,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,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. 走了10多分钟，我们还真的找到了这眼泉水。上井是直接可以饮用的，中井和下井就用来洗衣洗菜。这个水能喝呀？可以啊，我们就这个喝呀。喝起来有一股涩涩的矿物质的味道，我还在里面泡了泡脚，冰冰凉的。热了就跳到这井里面洗一把。跳到井里边洗，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村子，总能让我想起童年的样子，就莫名的有安全感，莫名其妙的能放下包袱。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变得更孩子气了，就连素不相识的大姐都能在我面前跳起了舞。到了晚上呢，我们又去吃了马田豆腐、马田牛肉、烧鸡公，真的就是每一道菜都不会踩雷，是香菜就肯定香。因为在这里吃的太开心了，我们又多待了一天，终于等到了白狼的美景。看到这如诗如画的景色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别人说郴州风水好，是9仙2佛之地，为什么这么多老人在这里游玩甚至养老。因为这里汇聚了美食美景，因为这里天时地利人和，因为这里被叫做福城。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老人在的地方一定是有福之地。来郴州吧，你会得到最美好的祝福。
现在旅游这么火，怎么会有一个地儿他不想让别人来呢？我抽机票盲盒抽到了山东东营，我一说我要去，这私信全是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想不开呀？别来，我们这儿没啥好玩的。嘿，我还就纳了闷了，这地儿咋回事啊？你不让我来，我还偏来。好晒呀！怎么这么热呀？山东。真的好热呀，这个地儿，真干净，而且到哪儿都是水。饿了。卷凉皮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把那个汤面筋、辣椒包到里边，用手拿着吃。山东人果然喜欢卷饼，连凉皮都要做成卷饼。当然还有普通版的长这样，我还单独要了一份面筋。它是那种褶褶薄薄的，泡在汤里很水灵，特别薄的有点透明的这种皮儿，好好吃啊！这个真的不太一样，和外地的都不太一样。我还头一次吃山东的凉皮儿，再尝尝凉皮卷凉皮，还不够辣。山东人不能吃辣呀，因为东营也是沿海城市嘛，虽然没有青岛那么出名，但是看海谁能拒绝？最主要的是它有一个奇观。是的，东营是黄河的入海口，因为河水和海水密度不一样，所以竟然在这儿诞生了这种神奇的现象。世界上最大的鸳鸯锅，拿筷子在那涮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黄河的注入，东营的海给人更沧桑的感觉。海边有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，路边是芦苇、野花、滩涂、油田，仿佛这里就是海角天边。我还收到了一个游3代同学的邀请，说可以带我参观胜利油田，但我没敢去。山东人都这么热情，说他送我一吨油，我怎么往回拿呀？回到东营市区，我相信他们说东营的公园特别多，但哪个外地人会跑来看公园呢？我呀。但讲真，我也是没想到一个城市里面的公园能做得这么漂亮。而这样的公园在东营遍地都是。东营是山东人口最少的城市，这里没有人流，没有拥挤，带有宽阔的街道，美丽的城市，谁又能说这就不是幸福感的来源呢？那你怎么进去的？我从前跑的是吗？那再快点行吗？再快点！第二天，我们又赶到利津去吃著名的利津水煎包，大家都推荐这家胖霞，但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阿姨已经卖没了。最早就5点半就吃到了，5点半到下午1点半。但阿姨特别实诚，她说没事儿，去旁边饭店吃，和她做的一样好吃。也有炒菜，5点空调，你也说实话，俺这是在领的嘛。虽然很可惜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吃到了。它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。怎么是一个跟蛋糕似的？这么大，这么大的水煎包，蘑菇吗？大肥肉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还有这个北岭丸子，其实就是普通的肉丸子，但是特别弹。好弹啊！但是你都是跳。总之呢，东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城市。由于时间有限，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没来及去，但我真的不觉得它是一个不值得去的城市。就像是擅长文科还是理科一样，有一些地方可能更适合旅游，但也有一些地方更适合生活，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。而手握石油、黄河和大海的东营，一定还有更多的潜力可以被挖掘。还是要对自己的家乡更自信些呀！也感谢东营宝宝们的坦诚，我真的觉得东营挺好的，希望大家都能拍拍胸脯，骄傲地说：欢迎来东营。